剧烈的痛楚席卷而来，仿佛要将我撕裂。漫长的等待后，终于听到了婴儿的啼哭。我的丈夫孟兴杰立刻抱起新生儿，急切地对我说：“亲爱的，你辛苦了，先休息一下，我带孩子去做个健康检查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健康检查，这只是个幌子，他其实是想把我刚出生的儿子与那个小三同一天生的孩子调包。前世他们就是用这种诡计得逞，让我为小三和那个渣男白养了20年的儿子。那个孩子长大后认回了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却把我视为拆散他们家庭的仇人。他甚至在我生命垂危之时，残忍地踩在我的头上，让我含恨而终。但这一世，为了保护我自己的孩子，为了让他们付出代价，我选择了忍耐。我对孟兴杰微笑着点头，装作毫不知情。他走后，我立刻安排了一个护士，等他把孩子换掉后，再偷偷把我的孩子换回来。我清楚地记得前世那个小恶魔的模样，所以一眼就能认出自己的孩子。1个小时后，孟兴杰抱着真正的儿子回到我身边，我的泪水静静地滑落。这一世，我终于保住了他，他不会再像前世那样英年早逝，他会在我的庇护下茁壮成长。转眼间，孩子满月了。晚餐时，孟兴杰轻声对我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又要照顾孩子，又要上班，太累了。我想让表妹过来帮忙，减轻你的负担。”前世，他一提议，我就立刻让孟佳怡进公司做了财务，但他们却联手做假账，一点点吞掉我的财产，导致我后来资金紧张。这一世，我依然表现出积极的态度。好啊，快让你表妹来吧，都是一家人。下午，孟佳怡来了，这个满嘴谎言、阴险狠毒的女人，偷天换日的主意就是她出的。她想让我的儿子把她的儿子当作亲生的，好继承我的亿万财富。前世，她对我的亲生儿子并不好，导致他英年早逝。我对他的仇恨不共戴天，但我收敛了情绪，故作惊讶地问：“表妹，你是宝妈吗？”孟佳怡急忙解释：“我是个单亲妈妈。”真是可笑，给孟兴杰生了孩子，却跟我说是单亲妈妈。我比前世还会装，更温柔地拉着他的手说：“都是一家人，你又是单亲妈妈，带着孩子不容易。这样吧，你来我家别墅当保姆吧，把孩子也带来，正好跟我儿子做个伴。我要把这3个恶魔都放在我的眼皮底下，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。这一世，我不仅要保护我自己的儿子，还要让他们天天受煎熬。”什么？保姆？他们2个人都惊呆了。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。我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是啊，保姆。住在我家，吃在我家，还可以带孩子。去公司的话，不太合适。”我的话让他们无言以对，他们眼中闪过一丝怨毒。现在就受不了了。我热情地邀请孟佳怡来我家别墅住下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，不用客气。同时，我也提出希望他把那个在前世曾置我于死地的逆子也一起带来。这个刚满月的孩子，他的人生将会如何展开呢？和我预想的一样，孟佳怡误以为那孩子是我的，因此对他并不待见。每当孩子哭闹时，孟佳怡就显得极其不耐烦，甚至会恶言相向：“这孩子真是太能哭了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再哭，我就真的不管你了，给我乖乖躺着睡觉，别惹我烦。”他对这个孩子的厌恶，让我想起了前世他对我的儿子也是同样的态度。我心中的恨意如翻涌的岩浆，随时可能爆发。在餐桌上，
我故意给孟佳怡夹菜，并好言相劝：当妈妈真的不容易，你要好好养育孩子，对孩子耐心点。对了，你的孩子还没取名字吧？那我来给孩子取个名字，就叫孟泽豪，挺好听的。孟泽豪这个名字是前世我为那个逆子取的，当时我对他宠爱有加，这一世我依旧把这个名字送给他，希望他背着前世的债务，在今生过得狼狈不堪。孟星杰显得有些尴尬，这个名字适合他吗？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想说这个孩子不配这个名字，但这是他们的孩子，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被嫌弃，恐怕会后悔不已吧。在前世，孟星杰可是非常关心这个逆子的，怎么不适合？我觉得很合适，就给表妹的孩子用孟泽豪这个名字吧。我做出了决定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孟佳怡几乎完全忽视了自己的孩子，她甚至偷偷给孩子喂安眠药，以确保他不会哭闹。然而，她对我的儿子却格外上心，毕竟他们以为已经成功地换了孩子。有一次我外出回家，看到孟佳怡像慈母一样抱着我的儿子，她温柔地说：宝贝，你要努力成长哦，等你长大了有出息了，就可以为我撑腰了。我不想再当保姆了，我想成为总裁夫人。我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孟佳怡立刻惊慌地站起来，紧紧地抱着我的儿子，仿佛他是个珍宝一样。李总表姐，你回来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？他有些尴尬地说。我装作没听见他的话，温柔地问：你儿子呢？我儿子在睡觉呢。我现在正带着表姐的孩子，这孩子真好，真可爱呀。表姐，你有没有想好给他取什么名字呢？他试图转移话题。我淡淡地说：名字就随便取一个吧，暂时就叫他李小牛。如果他长大以后对这个名字不满意的话，可以随时改。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平平安安，长命百岁，所以我就迷信这一次给他取个贱名好养活。这个孩子在前世被他们虐待致死时年仅15岁，但是孟佳怡却像发疯了一样狰狞地问道：凭什么？为什么他要姓李？我惊讶地说：因为我是孩子的母亲啊，而且孟星杰是嫁到我们家的，所以孩子自然应该跟我姓。再说了，我亿万家产都会留给他，他将来是我唯一的继承人，为什么不能跟我姓呢？我先是恶心了他一下，让他感到难受，然后又抛出了一个橄榄枝：继承人，他们肯定会为了这个而接受这个事实。渣男贱女一定会误以为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合法继承我的一切财产。这一辈子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我要让他们像割肉一样痛苦，慢慢地感受到失去的痛苦。而他们疼爱的儿子其实是我的。当我告诉孟星杰我给儿子取名为李小牛时，他虽然很生气，但是却敢怒而不敢言。他憋着气好几天没跟我说话，直到有一天家宴上，我让所有人都上桌吃饭。我对孟星杰说：如果你觉得心里不公平，觉得小牛是我们2个人的孩子，而我给他取这样的名字只是为了让他好养活的话，那你可以把孟泽豪当作干儿子来养，我不介意。我甚至可以给孟泽豪当干妈。我的目的就是要撮合他们成为一家人，让那2只老鼠永远都被关在我的笼子里，无法逃脱。听到我这么说，孟星杰和孟佳怡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。什么？前世？孟佳怡没少在公司里编造我儿子不好，说他自己养了一个白眼狼，是天生的坏种，恨不得把我儿子踩在泥坑里。当时我不理解，一个母亲为什么对自己的儿子那么怨恨，但想着人家儿子不关我事，没想到濒死之际，我才知道他编造的
不过是我亲生儿子。此时我稍微给点好处，他们便觉得那逆子不配。孟佳怡忽然站起来，做错事似的对我道：“李总，不要，我儿子资质不行，出身卑微，他不配给你们当干儿子。我儿子就是贱命一条，一辈子当牛做马的命，根本上不了大雅之堂，他不配得到你的关注。我让保姆把他儿子抱过来，为了折磨他们，我必须引导他们内耗，3个人必将殊死内耗，互相插刀，绝望无比，毫无转圜。没事，小孩子怎么可能是贱命呢？就给我老公当干儿子，赶紧叫干爹。”孟星杰闻言，恨不得退10米之外。他阴恻恻看着那孩子，好似看着一只蟑螂，这般神态让我差点笑歪了嘴。一家3口实在精彩。我对孟泽豪越好，他们便越紧张，越觉得那个孩子不配，反倒是都对李小牛很好，恨不得捧在手心里宠爱。前世我忙于工作，对这些细节并不在意，也从未想过孟星杰有胆养小三。没想到他胆子大到出奇。夜晚，夜深人静之时，儿子李小牛需要喂奶，孟星杰急忙起身道：“老婆，你睡觉，我去哄孩子喂奶睡觉。”我点头假装入睡，孟星杰却抱着我的孩子去寻找孟佳怡。孟佳怡看到小牛后，一把抱住他，低声在他耳边倾诉：“儿子，你才是我的好儿子，妈妈好喜欢你，恨不得每时每刻都看见你。”孟星杰搂着孟佳怡肩膀，温柔叮嘱：“放心吧，这孩子将来是继承人，继承亿万家产。等贱人死了后，我们把孟泽豪弄死，以后跟着我们儿子小牛一家3口过上豪门生活。”孟星杰为了安抚孟佳怡，竟然阴险计划将献祭我的一切，我奉陪到底。亲爱的，还是你好。孟佳怡依偎在他怀里，二人很快干柴烈火，恶心不已。时光飞逝，转眼6年闪过，孟佳怡依旧是我家的保姆。她的亲儿子孟泽豪6岁了，我的儿子李小牛如今也到6岁，到了该入学的年纪。李总，小牛马上要上小学了，我已经帮小牛购买了学习用品，你就不用买了。孟佳怡对小牛喜爱不已，不惜花费1个月的工资为我儿子购买不少东西。反观孟泽豪，眼神阴恻恻看着他的所作所为。我收过礼物，对孟佳怡好奇问道：“你没给孟泽豪没买吗？他也要入学。”孟佳怡转身便戳了一指头在孟泽豪头上：“小垃圾，蠢货，你不配！我满意极了。”他对自己的亲儿子真狠。孟泽豪本来就是天生的坏种，前世我对他那么好，他也没感谢过我一句，反倒是把我弄死。这一世没感受亲妈一次温暖，他更歪了吧？我假装拉住孟佳怡的手，安抚道：“他可是你的儿子，你对他好点，你怎么不给他买？”孟佳怡狠狠瞪了孟泽豪一眼，又讨好似的瞅着小牛：“李总，孟泽豪不配，他心思阴暗，一身臭脾气，还阴险得很，不可让他上学，怕他学了知识后走上歪路。”我记得前世我的亲儿子也没上学，他们生怕我的儿子有学识，所以拼命打压我儿子的一切可能。这一世他们打压自己的孩子，可不要太刺激。我叹息一声，悲悯瞅着梅孟泽豪：“哎，孩子是好孩子，可是你妈说你不配上学。”我的话成功给孟泽豪种下仇恨的种子。孟泽豪很快便开始报复自己的亲妈，哪怕他年纪很小，可是报复的手段一点都不轻，很符合熊孩子作为。他竟然趁着月黑风高的晚上，在亲妈孟佳怡的房间里引火，火势熊熊，瞬间烧毁窗帘和被褥，
幸好孟佳怡当晚浅眠，没被火烧死，但是也烧伤了一条胳膊。当晚惊动别墅所有人。孟兴杰见心爱的女人被孟泽豪伤害，二话不说走上去一巴掌扇到孟泽豪的脸上。6岁的孟泽豪风筝似的飞了出去，啪的一下掉在地上，口喷鲜血，十分可怜。孟佳怡睚眦欲裂，对孟泽豪警告道：“贱东西，你竟然伤害妈妈，看我不弄死你！”狗男女从未给孟泽豪任何关爱，早就把他当成我的儿子，对孟泽豪更是非打即骂。此时更不得了，恨不得将孟泽豪当场杀死。是我在关键时刻一步窜过去，急忙护着孟泽豪，对他们2人道：“老公，孟佳怡，不要太过分，孩子还小，好好教育一下就好。”说罢，我招呼司机和保姆，急忙将孩子送往医院。并非我心善，是这孩子不能死，只有这孩子存在，狗男女今后才会崩溃。我很期待狗男女得知这才是亲儿子的那一瞬间。躺在病床的孟泽豪眼神十分阴暗，哪怕瞅着我，也没有丝毫感激。黎轩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晦气？我忍住恶心，抚摸孟泽豪额头。好孩子，你可不恶心，你是小天使啊！你妈不让你上学，我会让你上。你妈对你不好，以后我对你好点。你要记住，你需要的东西我能给你，你妈可舍不得。前世我可不会如此教育这个孩子，总教导他要心善感激。这一世，孟泽豪歪得这么早，才几岁就显露出邪恶，我得多加一把火。孟泽豪闻言，眼里一亮：“你还算是个人，只要好好对小爷，小爷以后不会亏待你。至于孟兴杰和孟佳怡那2个贱人，我以后不会让他们有好果子吃。”真乖，我当场给那孩子一些零花钱，让这孩子觉得自己的亲妈还比不上一个阿姨。前世，孟佳怡没少给孟泽豪上眼药，让孟泽豪对我恨之入骨，毫无感恩之心。这一世一样的流程，只是角色改变。在我照料之下，孟泽豪很快痊愈。我亲儿子小牛却被孟佳怡照顾得很好。李总，小牛少爷聪明无比，以后肯定是一个优秀的继承人。孟佳怡对我恭维无比。孟泽豪也不错，也很聪明。我决定资助孟泽豪上学。瞅着他开心之时，我狠狠打他一个巴掌。孟佳怡身子一晃，脸色逐渐发黑。他生怕孟泽豪有求学的机会，他巴不得孟泽豪是个文盲。夜晚，狗男女正要勾肩搭背商议如何陷害孟泽豪以及辱骂我之时，我忽然打开灯，打着哈欠，装作惊讶道：“你们2个怎么偷偷摸摸？”孟佳怡面色惨白，哑口无言。孟兴杰怔愣片刻后，立马解释：“表妹心情不好，我在这里安慰安慰她，为我是傻子，以为将我瞒得很好。”正在此时，孟泽豪忽然从房间里窜出来，他对我指着孟兴杰和孟泽豪道：“黎轩，我看见他们2个有一腿。”孟佳怡好似被瞬间戳痛脊梁骨，立马站起来扇了孟泽豪一个耳光：“小东西胡说八道，不要胡说！孟佳怡是我表哥，是李总的老公。”可是孟泽豪那个恶种对他们早就怀恨在心，此时只想对我表功。他窜到我身后，拉着我袖子道：“我看见他们上床，每天叫我小杂碎，说我是贱人生的孩子，背后不让我叫他妈妈，说他不是我妈。那个孟兴杰给你绿帽子呢，小小家伙却深谙男女之事，想必没少被孟佳怡熏陶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结果。”但我表面却不可置信道：“不会的，怎么可能？我可不信。”孟兴杰着急过来，
拉着我的手，搂着我肩膀，虽然心虚，但是嘴巴硬。老婆，那小孩子坏得很，他乱说的。我发誓，在我心里，老婆永远第一。说罢，他捏着我的袖子，给我一个爱的讯号。渣男，想送我去床上翻覆。这一世，我每次和他亲密接触都十分恶心，但是我没立马表露出来。毕竟当初他上门时候，为了让他不自卑，我分了他一些股份，那些钱我可不想送给他，他只配身无分文，妻离子散。我脸红道：老公，你也真是。半推半就之间，我发现孟佳怡面色黑沉，眼里风帆云涌，十分诡谲。几日后，孟泽豪吊儿郎当抽着烟站在我面前，混子一样。黎轩，其实我妈很嫉妒你，那天晚上你发现后，他们就要密谋偷你的钱。孟佳怡指自己是保姆，不能将你取而代之。现在你给老子一点好处，老子帮你搞破坏。才几岁的孩子已经歪成这样，果然基因卑劣，前世不管怎么管教都有些坏习惯。我装作激动道：好，以后你帮我办事，帮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我就给你钱。这次我给孟泽豪5000块钱，5000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，有了足够的金钱，这孩子才能放心大胆把天戳一个大窟窿。孟泽豪拿着钱很快消失在别墅之内。当天晚上，警察找上门，请问谁是孟泽豪的家长？没人出面。孟佳怡和孟星杰却死死盯着我，好似我才是那个孩子的家长。我转身瞅着孟佳怡，表妹，警察找你呢。孟佳怡这才站出去，询问之下得知孟泽豪拿着钱去外面收买一群小弟，殴打了老人，如今人家老人住院，需要承担责任。孟佳怡气得一脚踹到孟泽豪身上，声嘶力竭道：小东西，你怎么出去惹事呢？你赶紧去磕头认错，你若不愿意，从今以后你不要回来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你出去流浪也好，偷窃也罢，不要找我。我抽抽嘴角，这贱人对自己的儿子真狠。再观察一下孟星杰，孟佳怡满眼厌恶，好似和孟泽豪有仇一般。警察实在看不下去，便制止孟佳怡：孟泽豪妈妈，老人住院需要赔偿，你们看自己私了还是怎么办？还有这孩子以后得好好看管，当父母的就应该多关心孩子。孟佳怡对孟泽豪又是一顿诅咒，其中之恶毒十分悦耳。孟泽豪啊，孟泽豪，我不帮助你，是因为你前世一脚踩死我，结束我的生命啊，否则哪怕是一个外人孩子，我也不会坐视不管。随后我承诺这件事私了，又交给孟佳怡一些钱，让她送去给医院的老人。待事情处理之后，孟星杰搂着我的腰，低头在我耳垂道：老婆，还是我们的小牛好，虽然名字接地气，但品性敦厚，学习好，人也懂事，还不闹着玩，整日知道就知道学习。只可惜这么好的孩子，前世却被孟佳怡和孟星杰作践成英年早逝。我低声回应：是，小牛是个好孩子，是合法继承人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把股份都交给小牛好吗？等他成年后，我撒手当甩手掌柜，你到时候跟我一起游遍全世界。闻言，孟星杰先是一愣，可是占便宜之时，脑子习惯性短路，他激动爽快道：好，反正我没多少股份，我们一起留给小牛，让他一毕业就在罗三。说做就做，我把股份通过董事会继承给小牛，孟星杰也把自己全部股份交给小牛。狗男女当晚就庆祝起来，夜里在床上一通接触，
便把我的别墅当无人之境。亲爱的，股份给我们儿子了，只要等儿子成年，我们表明身份就可以高无忧。黎轩那个贱人就什么都没了。孟佳怡字里行间对我充满嫉妒。孟兴杰轻声道：做上门女婿一点尊严都没了，等他以后身无分文之时，我让他给我磕头下跪，他耽误我们太多年。孟佳怡嫉妒我豪门身份，孟兴杰恨我没给他尊严。我对他们的内心活动洞若观火。时光飞逝，又过去数年，孟泽豪和小牛都18岁，没想到不知不觉之中，我重生了18年。这18年来，小牛获得无数殊荣，别墅堆积他不少获奖证书，几天前还出了成绩，考上一流大学。孟佳怡和孟兴杰可比我开心10000倍，他们好像忘了孟泽豪初中毕业就开始混，我好心提醒，可是孟泽豪没上学出来，可惜了。孟佳怡哈哈大笑，他不配，学习不好，以后是下等人，只适合在泥潭里生活。笑得太早。小牛顺利继承所有财产，我和孟兴杰的所有股份，我终于来一个复仇收尾。可是我还未进行最后复仇这一步计划，孟泽豪又惹上大事，他竟然打死了一个无辜女孩子。人家闹着要把孟泽豪送去监狱，坚决不和解。人家女孩子不收接赔偿，只想送孟泽豪去监狱。当消息抵达我家之时，孟佳怡和孟佳怡反而轻飘飘道：没事，我们和孟泽豪没关系，我不是孟泽豪的母亲。孟兴杰彻底露出狐狸尾巴，也对我说：黎轩，孟泽豪和我也没关系，可能和你有一点关系。我故作震惊，大声问道：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孟佳怡哈哈一笑，积累多年的怨气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黎轩，当然和你有关系，因为孟泽豪是你的儿子，自然和你有关系。我故意大惊失色问道：什么是我的儿子？孟兴杰捏住我的胳膊，眼里似乎要喷火一般。是，孟泽豪才是你的儿子，你说他杀人是不是和你有关系？于是二人在我耳边说了他们交换孩子的事情，宛如他们才是那成功者。黎轩，优秀的小牛才是我的儿子，混账东西，孟泽豪才是我的儿子。想不到吧？你们把听友股份送给我的儿子，蠢得要死。孟佳怡得意洋洋，胜利者的样子，好似掌握了我的一切。我跌坐在地上低着头，都以为我失落，承受不住打击，但无人看见我嘴角挂着冷笑。半晌，我抽噎道：不，既然孟泽豪是我的儿子，那就坚决不能进去，他前途不能毁。我要找证据，要为他打官司，多少赔偿我也会给。100万不够，我给300万，500万也行。我发疯似的坚决要解救孟泽豪。在他们看来，我是坚信不疑孟泽豪就是我的儿子。狗男女可太开心，以为把我彻底踩在脚下，所以他们当晚把我解救社会败类的事件放到网络，污蔑我的名声。霸道女总裁的亲儿子竟然杀人，女总裁想用钱私了，好恶心的有钱人。富二代就可以杀人吗？那一对母子太贱了。夜之间，网上都在流传孟泽豪是我的作恶亲儿子，骂我没管教好他。孟泽豪失魂落魄找到我，宛如一条发疯的狗，他抱着我的胳膊，对我撕心裂肺叫：你既然是我亲妈，那就帮我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你也愿意对吧？我抽抽嘴角，掰开孟泽豪的胳膊，仔细欣赏他和前世一模一样的脸。前世他可没狼狈，杀我的时候完全趾高气昂，这一世就这点承受力。忽然我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里溢出了泪花。
他此时的绝望就是我前世的绝望，但是我报复他的力度不够。儿子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所以我希望你立马逃走，天涯海角，你逃就行，我给你钱，你逃出去，永远不要回来。这一次，我给了他不少钱，他跑得越远，罪恶就越大，因为肇事逃逸，以后孟佳怡要帮助他也就越难。另外一边，孟佳怡和孟兴杰开始公布身份，在小牛面前泪如雨下。儿子，其实你才是我们的儿子，我是你妈妈。小牛，我是你妈妈。当初生你的时候，我九死一生，为了让你享尽荣华富贵，妈妈决定把你交换给黎轩的儿子孟泽豪。其实你才是我的儿子。孟佳怡在这一刻显露自己的慈母的一面，眼里缱绻万般温柔。孟兴杰搂着孟佳怡的肩膀，对她发誓般道：黎轩并不是你亲妈，你亲妈是孟佳怡，你父亲的确是我，你是我们的孩子，和黎轩没关系。小牛在我教育18年内早就少年英才，不仅脑子聪明，手腕果断，对所有事物的捕捉都有超乎常人的成熟。他丝毫不为所动，反而淡定从容。难怪这些年对我这么好，原来你们就是我的父母。说吧，你们想做什么？孟佳怡狠狠挖了我一眼，然后对小牛道：儿子，把那个贱女人赶走，现在你是继承人，大部分股份在你手里，你万万不要再听黎轩的话，他不配当你妈，我才是你血缘上的亲妈。孟兴杰点点头，二人对孟泽豪的期待可谓是望眼欲穿，说看了不说一句，这画面真和谐。小牛眼神转到我身上，我对小牛示意一下，让他淡然点。小牛这般聪慧的孩子，早就在暗地跟我做了亲子鉴定，也知晓这些年狗男女的阴谋诡计，他自然不会轻易听信贱男女的谗言。但是为了我放心离婚，再不被牵绊，他对孟兴杰道：既然如此，那你和黎轩离婚，再和妈妈结婚，我接手公司后，什么事都要做到尽善尽美，不可能还没离婚就把他赶走。他们自然巴不得离婚，恨不得他们3个人永远在一起。很快，孟兴杰用10万火急的速度跟我离婚，转身又和孟佳怡结婚。现在我在外人看来，不仅是包庇杀人儿子的废物妈妈，还是一个即将流浪街头的恶心总裁。正在这一刻，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。在狗男女惬意霸占我别墅的那一刻，我拿出好几份鉴定报告。我和小牛是亲子关系，他是我的儿子。孟佳怡和孟泽豪是亲子关系，你们是母女。孟兴杰和小牛是亲子关系，你们是父子。不过在他们震惊的眼神之下，我又丢出一份前世今生我都不知道的秘密。这一份亲子报告昨天才到我手中，可谓是精彩万分。不过孟兴杰和孟泽豪毫无关系，也就是说，孟兴杰和孟佳怡的所谓的儿子，只是孟佳怡和别的男人的，和孟兴杰毫无关系。报告在手，为了让他们在几天之内相信，我分别让人去好几个鉴定机构做的检查。这份报告犹如一颗重磅炸弹，瞬间在原本平静的湖面上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孟佳怡和孟兴杰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们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手中的报告。这不可能！孟佳怡颤抖着声音，试图从我手中夺过报告，但被我轻巧地躲开了。我冷笑着看着他们，心中充满了报复的快感。这些年，他们一直把我蒙在鼓里，以为可以随意摆布我，但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尝尝自己种下的苦果了。怎么不相信？我挑眉看着他们，你们可以自己去做鉴定，
看看这份报告是真是假。孟兴杰瘫坐在地上，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他一直以为孟泽豪是他的儿子，是他和孟佳怡爱情的结晶，但现在这个所谓的儿子竟然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孟兴杰喃喃自语，眼中充满了迷茫和无助。孟佳怡更是如遭雷击，她无法想象自己竟然和别的男人有了孩子，而且还一直把这个孩子当作是孟兴杰的。她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怨恨和不甘。黎轩，你好狠！她咬牙切齿地说道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心中没有一丝同情。比起你们对我的伤害，这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。你们以为可以随意欺骗我、利用我，但现在是你们付出代价的时候了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了这个充满了虚伪和欺骗的地方。我知道他们现在一定很绝望，但是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孟佳怡和孟兴杰的生活陷入了混乱。他们试图去做亲子鉴定，试图找出事情的真相，但结果都证明了我手中的报告是真实的。孟泽豪确实不是孟兴杰的儿子，而是孟佳怡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。这个消息很快在社交圈里传开了，孟佳怡和孟兴杰成为了众人嘲笑的对象。他们原本想要侵占我的财产，但现在却发现自己被欺骗了这么多年，而我则开始了我的新生活。我离开了那个充满了虚伪和欺骗的别墅，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我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，开始重新寻找幸福。我知道孟佳怡和孟兴杰一定会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，而我也将重新开始我的人生。几个月后，我听到了孟佳怡和孟兴杰离婚的消息，他们之间的信任和感情已经彻底崩溃，无法再继续生活在一起。孟泽豪也被送回了他的亲生父亲身边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，而我则在我的新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我遇到了一个真正爱我的男人，我们相互扶持，一起面对生活的挑战。我知道，我终于走出了那个充满了欺骗和虚伪的世界，找到了真正的自己。在我听到孟佳怡和孟兴杰离婚的消息时，我并没有太多的惊讶或者喜悦，我只是觉得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。他们曾经试图欺骗我、利用我，但最终他们却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而我则在我的新生活中继续前行着，享受着每一天的美好与幸福，珍惜着身边人的陪伴与温暖，也学会了更加独立和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困难。我知道，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，只要心中有爱和勇气，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，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时间飞逝，在我离开那个别墅后的1年里，我建立了自己的公司，并开始了新的创业之路。我的生活变得充实而有意义，身边有爱人的陪伴和支持，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满足。而孟佳怡和孟兴杰则因为他们的欺骗行为而声名狼藉，在社交圈中失去了立足之地。他们为自己的贪婪和虚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曾经充满了欺骗和虚伪的别墅，想起孟佳怡和孟兴杰的虚伪面孔，以及他们对我的伤害和利用。但我也会想起自己是如何走出那段阴影，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生活的意义。现在我已经不再恨他们了，因为恨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和沉重。我选择原谅他们，并祝福他们能够在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和幸福。
毕竟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机会去重新开始，去追寻属于自己的梦想和幸福。而我也将继续前行，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努力和奋斗，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。同时也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和每一段经历，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和有意义。在那个充满了欺骗和虚伪的世界里，我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实和幸福。我相信，只要心中有爱和勇气，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，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而孟佳怡、孟星杰以及孟泽豪他们也将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行着。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，我都希望他们能够以成熟和坦诚的态度去面对、去解决。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，珍惜身边的人和事，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和有意义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